青森縣位於日本本州島最北端，隔着津輕海峽與北海道相望，中間是被津輕半島與下北半島環抱形成的陸奧灣。青森縣的首府是青森市，位於陸奧灣灣底。其次較大的城市還有弘前市、八戶市。右邊像斧頭一樣的半島叫做下北半島，其中位於半島中央偏南位置的陸奧市是下北地區的核心城市，也是日本本州最北端的重要城市之一。陸奧市全市面積約864平方公里，是青森縣面積較大的城市之一，但人口僅為約5萬人。自然環境豐富，以金槍魚、扇貝等海鮮聞名，同時擁有孔山、俯臥山、耀岩溪流等知名景觀。同時，這裡也駐紮着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大湊基地。在日本，說起陸奧市，最出名的還要算是3大林場之一的孔山。這裡是一處現實與彼岸交織的神秘之所，宛如地獄寫照的荒涼地貌，空氣中彌漫着濃烈的硫磺氣息，四周亂石嶙峋，地表噴冒着炙熱的白色蒸汽，以及豁然開朗的白沙灘和黃色湖水，都賦予了孔山超俗神秘的空靈之美。這裡也被譽為最接近死後世界的地方，所以孔山也成了人們前往陸奧市都一定會到訪的地方。但是沿途有一個叫孔山冷水的地方，這個還是很有名的。如果大家坐巴士去那孔山的話，它也會在這兒停一下，然後讓大家下來拍個照，然後在這兒喝點水。據說這個水喝了會長生不老的。這邊有個牌子，說當時開山之後有這個靈水噴出，這個水呢是長生不老之水，然後對登山的人來說都是很難得，很開心。我覺得以前可能就是大家登山的时候在這兒可以稍微補給一下自然的山泉水，登山的過程當中確實很重要。非常清甜的泉水，從山上一路流下來的，我覺得有可能是那種積雪融化的水吧。開到這兒就一股很重的硫磺味兒，非常濃的硫磺味兒在這兒。這邊也可以看得出來。再往前稍微開一點，基本上馬上就要到孔山了。然後，在這個前面有一個叫三途川的地方。在正式進入孔山之前，有一條叫做三途川的小河，被認為是連接現世與死後世界的河流。傳說人死後，靈魂必須渡過三途川，才能真正進入彼岸世界。而在三途川旁，還能看到玄衣翁與奪衣婆的雕像，其起源也是來自中國古代的佛經。傳說奪衣婆會剝下死者的衣服，玄衣翁則會將衣服掛在樹枝上，通過樹枝垂下的彎度來判斷死者生前的罪業，以決定讓其進入極樂世界還是被打入地獄。這裡有六大地藏。六大地藏是孔山最具代表性的景觀之一。地藏菩薩在日本佛教中被視為救濟亡者、守護孩童和引導靈魂的存在，而六大地藏則象徵着佛教中的六道輪迴，分別是地獄道、惡鬼道、畜生道、修羅道、人道與天道。六尊地藏菩薩居於此處，也寓意着無論眾生身處何種世界，都會得到菩薩的救贖與引導。你
一個人是900塊，很漂亮啊，完全是滿開的狀態。孔山大概是老宋在日本去过最显肃穆、莊嚴、有略帶壓迫感的地方，而且到訪時正值孔山剛剛開山之際，所以來訪的人數極少，空間顯得龐大而空曠。在日本民間信仰中，孔山長期被認為是往生者靈魂聚集之地，許多失去親人的人都會來到這裡祭拜、超度，甚至尋求與亡者的溝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巫女文化。在每年的孔山大祭期間，這些巫女會通過吟誦咒語，讓逝去的親人的靈魂附身，從而代為傳達問候和未了的心願。許多失去摯愛的人都會專程前來，在這裡尋找心靈的慰藉。這一濃厚的民間信仰也讓孔山在日本擁有極高的知名度。空氣中的硫磺味、灰白與焦黃色混雜的火山灰地，幾乎沒有茂密的植被，大量裸露的岩石、白色火山灰與起伏的地面、怪石嶙峋的場景、緩緩升起的煙霧、安靜的四周，讓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種仿佛脫離現實世界的荒涼感，也與其孔山的名字極為吻合，讓人心生恐懼，並產生一種敬畏之情。但孔山的名字最初其實是根據當地原住民阿伊努語的發音演化而來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誤傳。但這種荒涼、死寂、充滿硫磺味的景象，完全契合了佛教中對地獄的描述。這種強大的視覺和心理衝擊，讓後人覺得這裡就應該叫做孔山。在青森乃至整個日本東北地區的民間信仰中，人們深信人死後的靈魂會走向北方的荒山。孔山作為本州島最北端的靈山，自然就被視為人界與冥界的交界處。這裡不同區域被命名為血之池地獄、無間地獄、重罪地獄等，而這些名稱都來自佛教中對地獄的描述。風聲穿過荒地，整個空間會讓人感到一種極其的空曠感與孤獨感。翻過這小山頭之後，一路往下的話，可以走到前面的湖邊。不過說實話，一直聞這個硫磺的味兒啊，還是會有點不是特別舒服。現在感覺鼻子啊，然後整個腦子都是有點影響，感覺有點昏昏的、悶悶的感覺。而當你穿過地獄，展現在眼前的雨增利湖，又是一種極其反差的存在。湖水平靜，氣氛開闊，而又有一種神秘感。所以这一片这个湖边的水岸被称为极樂冰。抵達極樂世界了。湖畔蔓延着一片白沙灘，被稱為極樂冰，仿佛一瞬間來到了極樂淨土。這種從地獄到天堂的視覺震撼和衝擊，也進一步賦予了孔山超脫世俗的空靈之美。
如果是进這個拱山的話，大家可以自由來泡的。终于到耀岩温泉、耀岩溪流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地方算是奥耀岩，就是更深处的奥岩的地区。哇，今天这个天蓝，然后景色看起来就真的很漂亮。它底下其實是有一條溪流的。然後網上查了一下，它這個地方有一個算是餐廳吧，剛好可以在這兒吃個飯，吃個午餐。我開始真的有點擔心這個餐廳不開，不過還好，來了之後發現這是開着的，真的是有點餓了。哦，這還可以泡溫泉的，有一個溫泉入口。景色很棒，很舒服。吃完飯去泡澡了，今天這個風景真的很漂亮啊！而且剛問了一下店員，說現在沒有人，就我一個人。每次我出門都跟大家說，在日本記得帶一個小毛巾，你說不定哪個地方就碰到什麼足湯啊、什麼露天溫泉就可以泡的。每次都跟大家說，我自己每次都不帶，所以每次都會買一個。這個370還挺貴的。這個呢叫夫婦卡巴，就是河童，夫婦河童之湯，臨溪的這樣的一個溫泉，所以風景應該很好。但是上面寫的挺有意思的，廁所呢是在剛剛那個小房子裡面，所以請不要裸着去上廁所。要上廁所你得穿個衣服。在溫泉這邊你可以裸着，哇，真好啊，好棒啊！這個風景真的很舒服啊！我怎麼感覺上面的人都可以看到的？從上面那邊應該可以看到底下的這個泡溫泉的樣子。天氣也好，而且今天這個溫度其實我覺得還挺適合泡溫泉的。雖然看起來天晴，但是沒有那麼熱，大概10度左右吧，我覺得。然後旁邊有一個木架子，就是放衣服的地方，自己拿個小筐，然後把衣服放進去。這種溫泉的話，就是只是泡，你不能在裡面洗的，不能什麼打肥皂啊，或者是用那個洗髮水什麼都不行的。啊，這邊有寫，就只是泡一下，不是讓你來洗的。哇，泡完澡了，真的是非常舒服，很暢快啊！然後旁邊還可以在溪流邊散散步，這地方真不錯。現在正好是很漂亮的時節，也沒什麼人，主要是可能真的是實在是有點太偏了。我覺得溪流的水真的非常清啊，非常清澈。熊出沒，最近日本的電視新聞又有熊出現，冬天過了，熊冬眠結束了，然後又開始出現了，所以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真的有可能會有熊。
在木子這個地方，除了孔山以及奧岩溪流以外，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就是位於當地大湊灣沿岸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大湊基地。這裡是日本最北端，也是最重要的北方防衛基地之一。不但可以看到沿岸的軍艦，也可以登高俯瞰海岸的風景。本來定位到這兒是因為這邊其實有一大片的櫻花林，看照片非常的漂亮，但是今年真的是溫度太高了，现在已经完全都结束了，櫻花季都已经结束了。离近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花都已经败了，都完全已经出芽了。所以本来这一片刚好在海边，会非常漂亮。今年真的是温度太高了，满开的季节、满开的日子都比平时要早很多。地上也是鋪滿了櫻花花瓣。从这个树木之间，其實可以看到底下的大海的。小狗一直在看我。还有一個設施叫海望館，比較高，顧名思義就是可以遠眺大海的一個設施。可以看到剛剛看到的那4艘軍艦在下面。底下其實就是大湊港，這個地方整個是一個大湊港口。查了一下，室內還有一個櫻花挺有名的地方，這個叫早掛川公園，這邊也有櫻花節，但是比剛剛那個謝的還要早，基本上已經完全看不到花了，很大的一片場地。所以如果說大家春季來陸奧市剛好趕上櫻花季的話，可以到這邊來看一下，這個真的很大片的櫻花樹，而且它是在湖邊的，看上去真的是挺漂亮的。就是季節一定要選對，我覺得現在真的是4月中旬吧，差不多就滿開了，主要是這也很短，就1個禮拜的時間，錯過這個時間也就過去了。往年我估計這個時候也正好滿開，但今年真的是開的都比較早，各地。不過現在想想啊，這個地方有一個難點，就是因為他們的孔山，很多人可能都是來看孔山的，但是孔山的話基本上要到4月底，正式的話是5月1號開始。今天我去是算是幸運，它是試運營，正常的話5月1號開始，但5月1號的話基本上都沒有櫻花了。所以如果是趕櫻花季的話，孔山可能還沒開，如果是來看孔山的話，櫻花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了，5月份之後肯定是沒有了。4月底可能勉強能看到一些，但是5月1號之後應該是肯定沒有了。這整整一大片全是櫻花樹。
因為這個租車的公司它本身不在市区，離市區還是有點距離的。早晨是坐巴士，剛好有公車過来，所以坐公车過来的。但是現在已經没有公車了，現在才5點多，已經沒有公車了，只能是在它旁邊有一個電車站，赤川站，這是大湊線的一個站，然後在這兒坐一站到下北站，就是他們陆奧市的中心車站，再換巴士回去。像這種站就是完全的無人車站，就等着车来，然后自己上車就行。一般这种无人车站的话，你上车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有那个整理券的，拿一个整理券，它就标记你上车的地点，然后根据整理券上面那个标号，来判断你下车时候要付的钱。你看它这个大凑线终点站是到大凑的，下一站是下北，下北的话就是陆奥市他们的这个中心的车站。大凑的话就是要再更往南了，就是刚刚去的那个港口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地方啊，如果是列车员看到有一个人在火车上看到有一个人在这儿等车，他都觉得应该挺稀奇的。平时真的估計很少有人在這兒坐電車。回酒店把東西放下了，接下來又到了吃飯的環節。今天還好，沒有特別的晚，天還是亮的。然後查了一下，順着這條路往前走4分鐘，好像說是有一個老牌的定食店、定食餐廳。這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泥棒貴族。泥棒在日語當中是小偷的意思，小偷貴族。然後今天看到的這個店，應該就是前面的這家叫王醬的。本來想說1800的這個價格還是挺貴的，但這個量是真多啊，量相當多，有3個蝦，那這1800還是挺值的。這家是真不錯，這個蝦炸的特別好吃。好吃。旁邊寫的這個字兒我還挺喜歡的，它寫的是我喜歡生活中不是那麼靈巧的人。那我感覺我翻譯的不是特別好，有沒有更好的翻譯？大家可以提供一下。有些時候大家會說特別喜歡日本的一些小城，我也當然非常有感觸，但常常不得要領，說不出個由頭。小店裡看到的這句話讓我有些恍然大悟。很多小城絕無華麗精緻可言，卻貴在淡然樸實，就像是一個不懂得圓滑世故，甚至略顯笨拙，卻真誠踏實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又有誰不喜歡呢？感謝大家的觀看，下一期我們一起往南，去看看青森縣另外一座有名的城市弘前市，看看這座以極美的櫻花盛景而聞名的城市。錯過了櫻花季，我看到了些什麼？